来自湖南登山队的范江涛正在珠峰之上艰难攀登着。就在他距离峰顶仅剩400多米时，发现地上有名奄奄一息的女登山者，她被自己的向导遗弃在这里等死。范江涛想去救她，可在这么高的海拔救人，等于把自己也置于危险之中。向导劝他不要管了，范江涛只得起身继续出发。那这名女登山者最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大家好，我是申眠，今天我们来看一起2年前非常有名的珠峰事件。关于珠穆朗玛峰，相信已经不用过多介绍。它位于中国与尼泊尔的交界处，是世界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世界上气候最为极端的地点之一。目前，珠峰的登山路线已被开发出19条，但最热门、最成熟的还是位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路线。该路线从5366米的大本营出发后，就进入了恐怖的昆布冰川。这片区域到处都是悬冰川、冰裂缝，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下去。南坡30%的事故也都发生于此。从1号到2号营地坡度达30多度，这段路程需要穿越一段冰瀑区，冰层表面覆盖的新雪也极易引发滑坠。经过2号营地后，会先穿过一段相对简单的冰瀑区和积雪区，然后在洛子峰南壁坡度陡增至50到70度，这一段又被称为洛子壁，上面无任何遮挡，强风经常会将登山者吹得站立不稳。到达洛子峰与珠峰之间的山梁后，攀登者需横切过一段布满冰裂缝的斜坡，之后就会到达海拔7906米的4号营地，这是登山者在冲顶前最后的休整点。继续往上就是珠峰有名的死亡地带了，也就是从海拔8000米到峰顶的区域。因为这一片环境过于极端，救援难度过大，因此有着8000米以上无救援的说法。2023年5月18日，珠峰南坡迎来当年第2个冲顶窗口期。来自湖南登山队的领队范江涛和队员谢如祥，这时正在4号营地为冲顶做着准备。范江涛当时39岁，河南新郑人，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创立科技公司。热爱登山的他，于2020年创立湖南省登山队，并担任领队。谢如祥当时54岁，广东中山市人，北大87级地质系学生，曾是北大3研社的创始队员，现为湖南登山队队员。当天，范江涛与自己的夏尔巴向导先一步出发。为了这次攀登，他已经筹备3年，除了投入数十万购置装备外，还为这次登顶缴纳了大约50万人民币的服务费。当晚8点20分左右，范江涛与向导来到了海拔8450米的盐雪混合区。此时，范江涛距离峰顶仅剩400米，按原计划，他们在1个小时内就能登顶。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一块岩石凹陷处有个人，那人被下降器锁在路绳上，身穿国产红色连体登山服，衣服上有多处破洞，右手没戴手套，手已经被冻得发黑肿胀，左手的薄手套也根本抵挡不住严寒。范江涛抽筋后发现这是名女性，大约50岁左右。在询问后得知她是刘女士，湖南株洲市某地方银行职员。刘女士违规参加了这次商业登山团，她在下撤时因体力透支且氧气耗尽被向导遗弃。范江涛第一个念头就是得救她，可峰顶已经近在眼前，如果救她，那自己的梦想3年的筹备和近100万的花销可能都会打水漂。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海拔救人会将自己和向导都置于危险之中，所以范江涛一时有点纠结。他的夏尔巴向导则不停地劝他不要管，说你救不了他的。范江涛在经过一番挣扎后，决定跟着向导继续出发。可才走了大约30米，他又停了下来。他回头望着刘女士，难道真的就见死不救吗？身边的向导看到后就急了，他明确表示反对救援，认为救人很可能让大家都死在这里。范江涛一言不发，他过不了自己内心的一关，所以他最后告诉向导，我的攀登到此为止了，不管死活我都要把他带下去。无奈之下，向导只得跟他回到刘女士身边。范江涛拿自己的备用氧气瓶给刘女士吸，然后又送她一只手套，喂她喝热水，并帮她揉搓手部取暖。缓了一会儿后，刘女士尝试站起来，但耗费了半个小时才成功。范江涛与向导驾着刘女士艰难地往下走，这一段山势非常陡峭，一不小心就有滑坠的风险。在这个海拔，就算空手，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气，而他们还要架着一个人，因此1个多小时后，3人才行进了100多米。更糟糕的是，刘女士因低温症突然昏迷，范江涛和向导立刻把她拍醒，刘女士却挣扎着说：“我站不起来了。”这时，范江涛和向导也几乎耗尽了体力，救援只得暂停。范江涛明白他们必须寻找帮手，于是就把刘女士先安置在这里。2人开始向4号营地走去，结果还没走多远，就碰见了队员谢如祥。谢如祥知道后也立刻同意救人。为了让夏尔巴向导帮忙，他们还承诺再加1万美元的救援费。4人回到刘女士所在的地方，
然后轮流驾着它继续往山下撤，而谢如祥则留在原地不动。他说要等范江涛上来后再一起继续登顶，但范江涛告诉他，我们登不了顶了，因为时间不够了。谢如祥愣了一下，之后也没再说什么，就跟着几人一起往下撤。其实放弃登顶远比登顶更为艰难，但这两人全做到了。接下来，谢如祥在前方开路，范江涛与2名向导轮流驾着刘女士往前挪。终于在次日凌晨1点左右，5人顺利抵达4号营地。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刘女士逐渐好转。第二天，刘女士所属的登山公司派人把她接了下去。范江涛与谢如祥在4号营地歇了3天才往下撤。与其他登珠峰的人一样，范江涛当时也带了一个大包，里面有个人、公司、赞助商、学校以及社会组织的旗帜。他原本准备在登顶后展示出来，但现在只能在4号营地拿出来挨个拍一遍。不过两人还不知道，他们无意间创造了珠峰上的2项纪录：一是最高海拔成功救援案例，二是在无专业救援设备的情况下，耗费5小时完成了垂直落差500米的撤离。但两人同样也没想到，这次救援却让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舆论漩涡。首先是救援本身的问题。当时一位博主发消息称，救人者是夏尔巴向导，说他推掉工作被遇险者下山。该说法被多个大 V 转发，一时间英雄夏尔巴的话题甚至登上了热搜。直到后来知情者披露是他们花1万美元雇佣的夏尔巴人后，这种讨论才结束。但紧接着另一种声音又来了，有人认为范江涛两人的行为违背登山精神，变相给其他登顶的人带去了压力。其实一开始范江涛的家人也不理解。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访问中的讲述。23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我爸妈那时候没跟我在一起生活，他们在这些争议直到5月23日湖南省体育总会发布声明后才结束。声明里明确肯定了范江涛与谢如祥在救援中的主导地位，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才我们讲过，为了让夏尔巴向导帮忙救助刘女士，谢如祥他们承诺给夏尔巴人1万美元的救援费。可后来康复的刘女士表示，自己只愿承担4000美元。这件事被传出去以后，在网上再次掀起热议。5月28日，湖南株洲日报的一篇文章也火上浇油。那篇报道的标题是“她登上了珠峰”，讲述的正是被救的刘女士登顶的故事。可整篇文章都没有提刘女士被救的事，感谢更是看不到。后来有消息称，刘女士去找范江涛和谢如祥表示了感谢，但这并没有平息网友们的愤怒。6月10日，负责刘女士登山活动的新疆凯图高山户外运动公司选择在深夜发表了一篇道歉声明。他们首先讲了刘女士被困的经过。原来，刘女士于5月17日夜里8点从4号营地出发冲击峰顶，5月18日早上10点38分登顶，之后她就开始下撤。但路上她和自己的向导因沟通问题分开，具体是什么沟通问题，凯图没说。之后两人就各走各的，向导走得比较快。下到8450米左右时，刘女士的下降器突然被卡在了路绳上，她尝试多次都无法自行解开，于是就被困在了那里。随着体温越来越低，她整个人都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范江涛，但后来刘女士称自己对于被救的过程已经没什么印象，这也是有可能的。凯图公司称，他们后来多次组队上山寻找刘女士，但是没有找到。你看，还是谢先生运气好啊，刚一上去就碰到了。凯图说这都是公司的错，表示愿意承担救援产生的全部费用，同时希望大家不要再断章取义对当事人进行网暴。2023年7月13日，范江涛荣获新郑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2023年7月21日，他与谢如祥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称号。此后两人还获得了湖南青年武士奖章、感动中国2023年度候选人、中央政法委2023年第2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广东省第15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候选人等等荣誉。2025年5月24日上午9点17分，范江涛从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成功登顶，他终于圆了自己2年前没能完成的梦想。而谢如祥因为企业事务未能同行，56岁的他唯一的登顶机会已经因为救人放弃，但谢如祥说自己并不后悔。在采访中，主持人询问范江涛如果再碰见类似情况，你还会救吗？范江涛是这样回答的：其实两人的行为正如央视评论所言一样，他们攀登的不是海拔的高峰，而是人性的高峰。真正的伟大其实也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在自然面前守护彼此。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